非常感恩回到金色真的还是有这个新春的感觉，而且今天虽然外面是很冷我们还是觉得很热情那更感恩的是看到上人精神奕奕让大家就心生欢喜。能够回到金色，然后能见到上人，那真的是我们莫大的福分跟期待的事情啊。虽然外面是冷冷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暖暖的回到心灵的故乡我们有2件礼物要呈现给上人。一个礼物是在台中的时候，我们一位关心了陪伴了9年的脊髓损伤的病人，32岁躺在床上12年，完全看不到未来。那因为慈济人的关怀，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结果他现在是口足画家，他的对上人对金色师父的敬仰中，他画出了这样的金色的相片出来，所以我们把它裱框来呈现给上人，这是第一个礼物。那第二个礼物，这个是达文西做的福慧红包，它有它的困难度，更有它的一个意义。这个没有花任何额外的一个钱，但是代表的就是我们很希望把高科技跟高人性，尤其是慈济的这一份关怀，可以呈现出在我们的医疗的日常中。欢喜呀，也是感恩过年新历年过去，旧历年也过去了，春节呢也过去了。不过春天呢，总是呢大地回春生机蓬勃，真的是很欢喜。天天都没有离开这个空间。不过呢，我天天都好像呢游行在人间。国际的有的时候在地球西边的国际，有的时候呢在东边的，不管是东西南北都跟着在绕了地球。慈济人同样的就是一个爱心，所以每一位呢分享过去，而且呢也是为未来呢在发愿最重要的，当他们在互相见面，虽然这距离隔的几千公里不过呢，科技把人的距离呢缩短，最远的就是在那里，最近的呢也是在身边的距离。不管哪一个国家，真的感觉这个缘是不可思议总是那一份情都是一样。我会感觉到说，这不就是福吗？福缘广大所以真欢喜。今年的过年，从新历年到旧历年，一直呢觉得这一辈子很有价值，因为我时时都要大家盘点生命的价值所以每一次想到了，我也赶快同样也是盘点一下原来呢我同样也是这样的有价值。慈济人大家最成功的那就是情与爱，菩萨情
叫做结有情。还有呢，人间爱，那就是人间真有爱。因为我们最大的就是医学教育，还有呢，在我们慈大林内，各科系都是呢，在人间呐，都各有就业的，在不同的职业都是呢，还是有慈济情存在，所以感觉到说，这就是慈济爱的能量的价值。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呐、看看不只是医护情，医病情呢更可爱。今天分享的不就是医病情吗？还看到了父子情，同肝共爱啊，这是一个亲属肝脏移植，化不可能为可能。64岁的大德有4个问题。第一个，他有右边髋关节置换手术之后的化脓性的感染，加上右下肢的反复的蜂窝性组织炎，那他有 B 型肝炎，他有肝硬化，他还有肝癌。后面3者肝脏移植可以解决，前面这个骨科可以解决，可是2个加在一起谁都不能动。所以呢，从2023年来到我们医院，我们当然团队坐下来开会，以病人为中心，不管从内科、外科、侵入性放射科，大家都把这个病人当作大家共同的病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事情。那经过1年的努力，终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完。那最后呢，病患顺利的出院。这样子捐肝，父亲有病啊，儿子呢要捐肝，延续父亲的这种情啊，更感觉到很有价值感的是科技发达，医疗呢，咱主责就是讲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自我盘点，似乎对医疗有安呢的期待，我们真有做到了。对病人的生命，我们已经把它守护到了，让他恢复健康，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呢，医病之情，这份爱，真的是很感动。人生的价值不就是这样吗？付出虽然无所求，可是呢，这一份情很宝贵啦，千年住啦，而且呢是很有意义，付出无所求的。所以我们呢，守护生命的事业，我们还是呢不断医疗水准甲偌悬，咱的病啦、病患啦，我们就可以有安尼的技术，一直让他就解除了病苦。所以咱心安，咱对医疗的技术，我们真的也有得到了。所以讲病人是医生的老师，不经一事不长一智。47岁的陈小姐那她从17岁开始就因为便秘跟减重的需求开始服用泻药。那她本身就是比较紧张的个性，那婚后又因为工作跟家庭压力导致便秘加剧。那近几年她每天必须要服用到100颗泻药，然后必须要照3餐，一次要灌6颗甘油球，一天要灌18颗甘油球，才能勉强挤出1点点大便了。那她已经去过很多家医院，都把她当成是精神病患，
然后没有人要跟他做任何处理啊。我真的非常感恩，说有幸进入慈济这个大行。我觉得慈济给我很多观念，最主要是要把心安下来的观念。跟病人的互动事实上不像在医病人，像在收学生。那教学相长，有教无类，你绝对不能心中对他有成见，你必须要让他安心，对你治疗的方式觉得有信心。所以还要透过有效治疗，还有不断的支持鼓励，来训练病人自己安自己心的能力。总是呢，现在的科技发达，不过科技再怎么发达，还不如呢我们人我们用心用脑，心脑好，要个不路用，要有一个善方向，要有共善的方向，大家人会这个善良结合起来，安尼才是真正的造福人间的共善。